俄军对马里乌波尔的攻城行动进入了最后的尾声，车臣特种部队攻占了市中心城区，并在关键地标建筑上升起了俄罗斯国旗。一起来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俄乌激战1个月之久，在各条战线上，俄军和乌军基本上处于相持状态。北线的切尔尼科夫包围圈中，乌军竟然发起了一次小规模的反击。虽然被俄军大步击退，也说明乌军不甘被围，仍在做困兽之斗。东线的苏梅、哈尔科夫等一线俄军均不再发起正面强攻，而使用远程火力打击的方式，逐步消耗城内守军的力量。同时，调集机动兵力对苏梅进行了包抄。哈尔科夫南部地区的重镇伊久姆地区也被俄军拿下，因此顿巴斯地区乌军主力的侧背便处于俄军尖锐的矛头之下。顿巴斯地区战况非常激烈，俄军正在稳步推进，乌军只能步步后退。但是采取划线平推的方式，俄军并未能给乌军造成战役级别的惨重伤亡。俄方进攻行动进展最大的地区，要数被俄联军围困1个月之久的马里乌波尔地区。该地区苦战近1个月之久，而在车臣特种部队、DNR、俄军3方面的重拳出击下，马里乌波尔地区乌军的3个主力旅和1个亚速营被俄联军打成了空架子。现阶段也就是尽量维持挺尸状态，稍微迟滞一下，俄联军的进攻都勉强。从3月中旬开始，城内的乌军和亚速营便遭到俄军有针对的打击，大量的主战坦克、自行火炮、火箭炮被俄军的无人机、苏25攻击机轮番打击，导致损失惨重。这些重型的技术兵器是损毁一个少一个，乌方已经无力向马氏的乌军再提供补给了，而守军的轻武器弹药消耗也逐渐见底。因为之前囤积的弹药经过20多天高强度作战的消耗也所剩无几了，而俄军的力量则是持续性的加强，飞机大炮的支援应有尽有。在亚速海，俄联军对马里乌波尔的守军还进行了远程的炮火打击。可以说，现在马氏的乌军和亚速营要面对的是俄军陆海空3方的全面打击。当前俄军攻城的部队有步兵150模兵师、海军步兵810旅以及车臣特种部队卡德罗佩奇和 DNR 武装，分别从马氏的城西、城南、城东、城东北的3个据点发起了攻势。3线攻势均取得决定性进展。东北地区的 DNR 武装对亚速营从3月23号0时开始下达了必杀令。亚速营要不选择投降的话，那么如果被 DNR 活捉，其下场将是很惨的。面对 DNR 的复仇，亚速营丢掉了城郊的卡利诺夫卡村，向乌斯佩诺夫卡溃逃。南部地区的车臣部队也是进展迅速。马氏的南部地区是整个城市的核心工业区，该市最大的钢铁厂就在此设立。为了进一步向城区内推进，那么这个钢铁厂就必须得拿下。乌军同样也明白这个道理，随即派遣亚速营1部和当地平民组成的准军事组织前往工厂地区布防，但是随即遭到了俄军 TOSEA 喷火系统发射的温压弹连续覆盖式打击，伤亡惨重。而紧随其后的车臣部队则顺利拿下钢铁厂。在这之后，车臣部队从钢铁厂顺势向位于工业区以北的列沃布雷日尼城区发动了大规模攻势。同时，列沃布雷日尼城区以北的 DNR 的部队也向南进攻，双方终于在3月24日凌晨会师。列沃布雷日尼城区全境被车臣部队拿下，车臣部队指挥官随即联络车臣领导人卡达洛夫，通报了胜利消息，并且将俄罗斯国旗在该区检查大楼升起。另一边，城区内仅存的一批负隅顽抗的亚速营已不复存在，全部被歼灭。剩下的亚速营和乌军残余武装则逃往了西部地区继续负隅顽抗。亚速营的覆灭已成定局。现阶段，马氏的大部分亚速营已经让俄联军击毙的差不多了，仅剩一些残余还在苟延残喘。随着俄联军势如破竹的攻势，城里的残余乌军和亚速营也正在想办法逃离，甚至还有女装出逃的，自然是被俄军当场识破。而马氏的高官也在陆续出逃，包括3月25日被抓获的乌克兰总参谋部、
特种作战部队第73海军特种作战中心参谋长，他是混迹在平民队伍中被俄军发现的。在审讯中，这位高级指挥官竹筒倒豆子一样，披露了城内乌军和亚速营的结构、部队情况和布防地点，将昔日战友全部出卖。可以说，现在马市的乌军和亚速营残余已经完蛋了，军心涣散，情报泄露，如果再不投降，可能就永远没机会了。